大家好，我是克里斯，今天又來保養啦。號稱公羊最新世代旗艦性能跑旅，不叫 KRV 的 G7， 經過我371公里的暴力訓車，究竟下場會是如何？我說的暴力訓車，就真的是很暴力。有沒有天冠？油门一拜超過10秒，僅是基本操作。好像有漏油哎，哎呦！哪裡？这里，上面。看一下。引擎的後面是油嗎？是油啊！我的天哪！此刻的我只想說，出來吹總是要還的，所以又要麻煩我們盛年車業的阿佑來看一下。哎，怎麼換山羊了？哦，忘記洗衣服啦。哦，幫忙一下。哦。那它這一台車的話，像卸油螺絲的部分，它有做一些變動。它原本是這邊有一顆有濾網的，然後另外一顆在對角這邊，它把這一顆取消掉了。那它現在把它移過來側邊。哦。嘿，這一顆的話，我覺得比較好啦。為什麼？因為下面的話，其實有時候鐵屑會卡在那個螺牙裡面，螺紋裡面。然後如果說轉進去的話，會蠻容易滑掉的。OK，有幾率。哎，很黑哎，对，是有比較黑一點。還是原廠的機油就是那麼黑的？我不確定它這是原廠的機油配什麼顏色的。哦，之前是紅色啦。哦。對，所以有可能是配的機油顏色不一樣。哎，這個是？這個是下面的油底殼。那因為有時候如果你拆側面的這一顆螺絲，它漏到後面剩一點點的時候，它有時候會往裡面跑。那它本身油底殼有時候會跑進，就是機油會跑進去裡面。那如果說有漏進去的話，會建議把它清乾淨，就是避免說客人會以為是他的車子在漏油。哦，所以這是保護，它在保護，對，保護下面這一塊。現在是拆的是機油濾網，所以有鐵屑都在這邊可以看得到嗎？對。其實它不太會有鐵屑，不太會有鐵屑。哎，我看一下哦，看得到嗎？就一點點，對啊，基本上就是第一次保養的時候，記得把它拆下來清一下。哦，因為其實現在他們工業技術都很發達啦，精密度也都很夠，所以基本上不太會有太嚴重的鐵屑。哦，確實啊，跟我想象中的暴力訓車的結果，對，差蠻多的。G7的機油交換量是800末，我總覺得有點危險呢。哎，真的很綠耶。但這種量杯不會很準，所以還是會多多少少800多一點點偏差。哦，大概810左右。OK。喂，好像有漏油哎！哎呦，哪裡？這裡，上面。看一下。引擎的後面。對啊。對啊。是油嗎？是油啊，对，所以已經漏油了嗎？不會吧？那是鏈條油哦，鏈條油哦，沒有那麼糟糕啦。就聽說最近有 G7車主來你們店都很緊張，對不對？對啊。為什麼？剛交車而已，怕回來是有問題啊。哎，所以首保就換機油而已哦。對啊，它沒有齒輪油。哎，哇哦！正常的速可達第一次保養應該是機油、齒輪油啦，然後再檢查一些像剎車的東西。所以胎壓建議怎麼打？像我那種日常通勤油門一拜的話，日常通勤28到32，胎壓比較大嘛，然後轉向就會變得比較輕鬆。我覺得我均衡就好，打剎車就好。可以啊，對，好。你要拆嗎？拆胸蓋啊，它加機油的方式比較不一樣。哎，還蠻特別的嘞，就跟 KRV 是一樣的啦。哦。但是如果是騎一般速可達，可能就會沒有遇過。其實它不太好拆，不太好換機油。哦。還蠻特別的呢。對，喂，這樣的引擎真是很直中哎，其實這樣看起來直中有偏厚一點點。OK， 機油量0.8公升。那我們今天選的一樣是用 G1 這一瓶，那它這一瓶的話番號是530。哦。對，然後這個的話是它原廠建議使用的番號啊。如果說你有在更激烈的操駕，還是說其他有不一樣的需求，那還是有1040、1050、550、540一些比較奇怪的番號。照原厂的規範去保養就好。对，它就是刚
剛剛好。第一次看過。哇，好清澈哦！看來光陽的機車應該沒有在吃機油狀況的啦，至少我 RTS 也沒有遇過。其實我老實說啦，我遇到有一些吃機油的，真的是都沒有在換機油比較多，就是比較常遇到的是都沒有換機油，就是換了機油都騎了3-4千，那個一定會吃機油。OK， 像我自己的車是騎雷霆網，對，它也是第一批5期的，對，那它其實已經騎了6萬多了，對，然後但是它現在就是1000進1000出，哇，機油量還比較多嘞，機油量1000，它是1000的，哇，暴力美學。感謝阿優的專業保養以及誠心分享。如今這台 G7 動力終於全解封。話說回來 ，G7 跟武士好像有點關係，好像是車頭是武士家徽設計之類的。Anyway， 這個說法其實是蠻浪漫的，只是我覺得有點可惜的是，光陽好像沒有把這個武士概念繼續再延伸得深刻一些。畢竟品牌把故事擺好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把產品設計的故事說好。然後營造出富有浪漫以及儀式感氛圍的世界觀，這對消費者而言，往往比規格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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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更容易留下記憶點。總之呢 ，G7 武士設定目前給我的感覺，比較像是光陽埋了一個不錯的伏筆，但故事卻還沒有完全展開。哇，真的好線性哦！我確認一下，它的線性程度到多少才會掉下來？找一個比較直線先。90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5。感覺它的那輸出力道其實比我想象中還要再長好像到104的時候才開始比較慢下來。對啊，我剛剛有稍微注意一下，就90、91、92、93，都是有一定的就節奏在往上攀升的。然後到104的時候，我就開始就卡住了，然後我就回油了。來，再加速試看咯，時速60，補油。對啊，超線性，超快。80了，90了，100了。对，它到104的时候就很明顯了。就有對應下了，再慢慢爬去105，來高速過彎，70、80、81、86、93，帶點輕腳，補油，油門都沒有回哦，油門都沒有回哦，104，哇，剛剛吹到104，都帶一點點輕腳了，真的夠穩定，這車身，現在時速40。49，補油，60、70、80、90，油門全灌，真的非常安心。100、104、111，好，回油，剎車。哎呦，又麻煩你了。我想問一下哦，確實從0到104加速都很直線，可是呢，我試過很多次了，到104的時候我會稍微慢一點點，然後慢慢的上到105之後哦，2次的快速拉升了，為什麼？據我所知啦，這一台車的開閉盤料號跟後離合器總成那邊，好像有色變，料號不一樣，然後還有它的輔力盤也有變，真的，因為現在還沒拆過啦，所以我不知道。那它輔力珠運轉的過程，開閉盤它形成的距離，然後後離合器的重量，那它都會影響到它的尾速。那我知道它起步比較快，是因為它開閉盤的勾做比較直一點，但是尾速的部分，你說到104卡住，然後之後再往上突破，對，那個可能要等實際拆的時候才知道。我可能還是要再實車一下看看，好，有機會騎。所以之前的 KRV 那個，阿優也買一台，對，過完牌之後看有沒有機會。對。然後我問一下，現在就 KRV 的那個尾數的設置是偏向什麼？它一樣就是給中尾數，力。那你有試過嗎？之前就是有2次加速的感覺。好像也沒有也沒有，對吧？不太熟啦，不太熟。哦 ，KRV 不熟啊，就沒關係了。就是初保的時候比較熟而已。OK。沒有當初 KRV 的負重前行，哪有如今 G7 的油門100？KRV 承擔了市場驗證的風險，技術磨合的陣痛，
造就 G7 一登場就落下沒比較就沒有傷害，但有件事就是要弄明白諸如此類的狠話，一上市就散發着王子復仇記般的那股傲氣，酷。換個更浪漫的角度來看，可以說 G7 的誕生更像是一場光陽遲來的救贖。當然，以上我說的一切僅是我個人對 G7 的解讀。OK， 我是克里斯。最後，我也誠心的建議大家，新車還是盡量不要油門一拜，進行所謂的暴力訓車，除非真的忍不住。那這影片就先這樣子啦，我們下次見，拜。